每到春节假期，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回到家乡，希望能感受到衣锦还乡的荣耀感。他们想要向那些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证明，自己如今已经出人头地，取得了成功。但在我看来，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危险的。首先，底层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永远看不起任何人。当你贫穷时，他们会嘲笑你没本事；当你有钱时，他们会质疑你的钱来路不正，或者用更有钱的人来贬低你。所以，与这样的人打交道，能少见就少见，能少说话就少说话，最好的方式是彻底远离。其次，想透过向别人证明自己来获得认可，其实是一种内心能量匮乏的表现。真正的强者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他们只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充满力量和快乐就足够了。因为证明自己的过程，本质上是能量消耗的过程，也是生命经历的流失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中的小六子被人冤枉吃了2碗粉，却只付了1碗的钱。他不断为自己辩解，甚至最终以剖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虽然他确实证明了自己，但代价却是失去了性命。这种行为显然得不偿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证明自己虽然不会让我们丢掉性命，却会让我们平添许多烦恼和负面情绪。那些让你证明自己的人，往往出于2种原因：一，对方本身就心怀恶意，只是想看你的笑话，看你手忙脚乱的样子。他们其实并不关心你是否能证明自己清白。2，对方可能只是喜欢认真，习惯与人抬杠，无论对象是谁。在这方面，天道中的丁元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例子。有一次，他在馄饨摊吃早餐，先付了钱，吃完后准备离开时，老板娘却说他还没结账。丁元英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就掏出几块钱重新付了一遍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他非常清楚，如果选择跟老板娘理论，可能会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也可能让对方继续纠缠不休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会浪费宝贵的时间、精力和好心情。而对于他来说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。与其浪费时间去争论，不如花几块钱解决问题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在我的 VIP 群里，也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，比如，如果加入你的社群，你能提供什么好处？你能让我获得哪些成长？你如何证明你值这个价格？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我的做法是直接将对方封锁。不理解我的人，不需要加入我的社群，也不必浪费时间与他们讨论和解释。其实，投资理财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不要抱有我很聪明的心态，也不要试图向别人证明自己能在低点买入，高点卖出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，即使是最聪明的人，预测某只股票的涨跌，成功率也不会超过1半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尝试股票或基金投资，首先不要试图去预测市场走势，也不要去判断现在是否是最低点。只要你认为某只基金中的公司有前景，可以在它不被看好时开始定投。同时，要把投资理财当成一场游戏，用零用钱去尝试即可，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钱生钱的能力。凭借我们的认知和眼界，很难真正掌控任何一只股票。与其执着于证明自己，不如专注于享受过程，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